一场大雨浇灭了乌军反击的热血，意大利敦促公民立刻离开。各位好，欢迎来到新乐锐评。乌克兰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对俄军发起反攻，这是乌防长列兹尼科夫亲口承认的。但乌军的反攻为何迟迟没有发起？这得怪天公不作美。据希腊媒体报道，由于恶劣的天气情况，导致了乌克兰军队的反击计划被无期限延后。据悉，由于乌克兰境内遭遇到新一轮潮湿天气，大量的雨水让道路变得十分泥泞，这种情况十分不利于大规模行军，这就导致了乌军的反击停滞不前。有消息称，西方虽然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坦克、装甲车以及自行火炮等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在天气不利的条件下，这些武器装备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特别是春季到来以后，饱受战火洗礼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已经是一片泥泞，恶劣的战场条件大大限制了俄乌双方机动化部队的行动能力。比如说，在顿巴斯地区，已经发现了多个乌军的装甲部队因为被困于泥泞当中无法动弹，最终被俄军摧毁。难怪有人说，是这场春季的大雨硬生生浇灭了乌军反击的热血。当然了，这场大雨所指的不仅仅是气象范畴上的大雨，同样也指的是俄军对乌克兰境内发起的导弹雨。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境内发起了新一轮的空袭行动。据了解，在俄罗斯胜利日前后，乌克兰多地拉响了防空警报。基辅市长克里奇克甚至在8号表示，俄军在7号深夜发动的空袭行动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基辅所遭受的最大规模袭击。在相关人士看来，大量的导弹、精准制导炸药、自杀式无人机如同下雨一般落在了乌克兰境内的各大基础设施上，这必然会打击到乌军的作战积极性。要知道，为了这次反攻，基辅已经是筹划了很久。同时，北约也向乌克兰送去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以及大部分乌克兰人都十分看好乌军的这次反攻。结果呢，普京用一轮又一轮的空袭行动告诉泽连斯基，在俄军面前，乌军没有丝毫胜算。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驻基辅大使馆近日作出警告本国公民近期不要前往乌克兰，并敦促在基辅的意大利人尽快撤离。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乌军的作战能力并没有信心。俄罗斯频繁空袭之下，乌克兰连基本的自保都成了问题，就更不用说反攻了。在缺少制空权的情况下，乌军就算反攻的声势再浩大，也无法动摇到俄罗斯的根本。再加上天公不作美，乌克兰的反攻计划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